荒野求生10大最易获得的食物，第一，狗尾草。朋友们，这个小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狗尾草。小时候会摘它下来，放在桌子上，用手这样去拍，它就会像毛毛虫一样自己行走。我们现在通常把它视为一种杂草，它随处可见，资源特别丰富。其实它是小米的野生近缘种，所以有的专家把它称为小米的祖先。它的种子当然也是可以食用的，并且富含营养，有黄金食品之称。这个狗尾草荒野求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的这个穗子摘下来收集好，然后用手搓，它的种子就一粒一粒会出来了。获得这个种子我们可以用来炒食或者煮粥，煮出来就相当于一碗荒野糙米粥。第二，积雪草，这是一种生吃起来都口感非常好的野菜，它是伞形科积雪草属的植物。它的叶子有一个这个缺口，有的地方就叫它崩口碗，像那个崩了口的碗。为什么叫积雪草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叶子像一个碗下雪的时候雪就会积在上面。这个草农村很常见了，一年四季都有长的，所以当荒野求生需要的时候洗干净以后可以直接生吃了。当然你煮熟或者炒食都可以。第三，鬼针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植物叫鬼针草。为什么叫鬼针草呢？以其瘦果似针，抠扎人衣而得名。它最早记载于《旧方本草》，可以当野菜食用。那么鬼针草怎么吃呢？挑它的嫩尖用来炒食或者煮汤都可以。这也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可以采集嫩叶的，比如说像冬天，虽然说它好像长得比较老了，但是也有一些嫩叶可以采食。第四，鱼腥草。大家看这个是鱼腥草，它是一种重口味的野菜，因为它有一股浓浓的鱼腥臭，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如果野外这个比较多，其他的又比较难找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取食。它的根就是西南地区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这个折耳根，甚至有的地方的婚宴也必须用到它，比如滇南彝族的婚宴必用野菜就有鱼腥草。第五，马齿苋。朋友们，我手中的这个植物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它就是马齿苋。为什么叫马齿苋呢？因为它的叶子顶端圆结，底部楔形，样子像马齿和气味像苋菜，所以叫马齿苋。它也叫五行草。为什么叫五行草呢？因为古人发现它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叫五行草。马齿苋也可以生吃的，而且吃起来有一种酸酸的口感并且野外的话比较常见。第六，水芹菜。朋友们，这个叫水芹，它是伞形科水芹属的植物，它的嫩叶和嫩茎都可以做菜吃。不过它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有的人会觉得很香有的人会觉得有点臭，其实它是比较美味的。它的花含苞待放的时候有一点像那个五角星一样，特别可爱。它的叶子边缘会有这样的锯齿了。为什么叫水芹呢？顾名思义，它喜欢长在这种干净的水边有的地方也叫它野芹菜。不过野芹这个名字有的是指另外一种有毒的植物，就是那个毛茛。它的特点是长得有点毛了，叶子只是有点相似了。另外那个植物开的是黄色的花，不是这种伞形科的花，所以大家在野外采摘这个野菜一定要仔细分辨在有经验的人指导下采摘。第六，龙葵。朋友们，这个植物叫龙葵，它是茄科茄属的植物。为什么叫龙葵呢？古人发现它性滑如葵，就是说它吃起来的口感比较滑，有点像葵菜，而它结的果实成熟以后是紫黑色的，有点像龙珠，所以叫它龙葵。而广东这边的老百姓叫它百花菜，是一种美味的野菜。每到这个季节，大家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就是摘来打汤比如说放点瘦肉或者放点鸡蛋做出来的百花菜汤非常美味。它的口感略微有点苦，
它的果实成熟以后吃起来有点酸甜，有的地方叫它酸甜洋石果。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像这个植物啊，就像茄子一样，要煮熟。因为它里面含有龙葵素，是一种生物碱呢。还有它的果子没有熟的话不要吃，有小毒。第7，各种孢，也就是各种悬钩子的植物的果，比如说毛莓、山莓、高粱泡，像悬钩子的植物啊，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一些在结果咯。比如说三热泡，就是春天的时候结果。还有一些初夏结果的，比如说山莓，秋冬季节结果的，像这个粗叶悬钩子，秋冬季节我们还能看到它的果实。还有七爪蜂，上面也结这个悬泡子的这种果。另外到了冬季呢，就是高粱泡啊，一串一串的。第8，地皮菜，大家看这个叫地皮菜，是全国各地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一种野菜，有的地方叫地耳，因为它长得有点像木耳，但是它跟木耳完全不同。木耳是一种真菌，地皮菜是一种藻类，它的学名叫普通念珠藻，它也有一些不同品种，比如说湖北的葛仙米，那个是拟球状念珠藻。地皮菜特别美味，关于它的美味啊，自古以来很多古籍都有相关记载，比如说南朝的《荆楚岁时记》里面说，地尊之流作根甚美。地皮菜通常是雨后我们才能看到，其实它是特别耐旱的藻，它的特性就是下雨则长，无雨则缩，干旱的季节它就缩成很小的小块，甚至随风飘荡，遇水以后膨胀再生长。这个地皮菜啊，在历史长河中也曾无数次拯救了劳苦大众。明朝有一本书叫《野菜谱》，记载了一首歌谣：地他菜生雨中，晴日一照胶原空。庄前阿婆扶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农，凡家宝石万岁凶。记述的就是当时老百姓采地皮菜救荒的情景。第9，鹅肠菜。朋友们，今天我们发现一大片鹅肠菜，有的叫鹅肠草。为什么叫鹅肠草呢？就是它这个茎啊，把它拔断以后，中间有一条像鹅肠一样的，所以叫鹅肠草。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给它取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叫繁缕。为什么呢？李时珍说，此草茎蔓甚繁，中有一缕，故名繁缕。这个也是小时候的一种猪草，其实它也可以作为野菜打火锅或者炒食。它吃起来味道有点类似豌豆苗，有一点香甜。第10，荠菜。大家看这个叫荠菜，苏东坡用它创造了一种美食，叫东坡羹。陆游吃了这个东坡羹以后，还写了一首诗，标题叫做食荠生甚美，盖蜀人所谓东坡羹也。荠生，荠就是指这个荠菜，生就是谷物磨成的小碎粒。古老的农耕时代，味美的荠菜丰富了民间老百姓的生活。而像现在物质丰富的年代，大家吃肥甘厚味比较多，偶尔尝一尝这个野菜也是一种无上的美味。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荒野求生安全第一。对于我们不熟悉的、没有吃过的、拿不准的，宁可错过，不可吃错。